为什么总感觉力量发不出去？明明很使劲，球却不受力。为什么高手发力轻松又集中，而你杀球也总压不下来，还特别容易打歪，哪怕发力跳起来依然压不住球。羡慕别人小手一台球速，你猜吗？想早日拥有帅气定地板吗？想要告别跳起来平抽吗？一个视频学会集中发力之定地板扣杀 ，Let's go！ 为什么你发了很大力球依然打不出去？这是因为发力过程太大，说专业一些叫发力区间过大。大白话，手指手腕发力前挥距离太多，这也是杀球压不住的原因。那么，怎样才能实现集中发力呢？这需要我们先学习什么是正确发力区间。发力区间是刘辉教练率先形容的，球拍挥动与手臂挥动息息相关。发力区间指手臂挥到哪里可以击球。通过视频我们可以看出，当挥动大臂时，手臂的发力区间最大，即在抡胳膊的圆圈内每个点都能击球。并不是发力区间越大，击球效果越好。若用抡胳膊的方式挥拍，第一个问题就是身体力量无法充分传入手臂，因为胳膊肘位置太低，导致肩膀无法展开，此时核心收缩，无法拉动大臂前挥。只有将胳膊肘抬起至肩膀能展开处，身体才能拉动大臂前挥。所以，能用上身体力量的发力区间，至少是从此处开始。即球拍在大臂挥动下画的这3/4的圆内，每个点都能击球。这种打法也是俗称的抡大臂。打球中的击球点只存在于3/4圆内的某一个点而已，而直接抡大臂的挥拍方式会把大臂的力量平均分配至圆内的每一个点，真正击球处的击球力量当然会被分散掉很多。这个点其实是手指手腕出现的位置，可以理解为在挥拍过程中，手指手腕前挥距离越多，发力区间越大，力量越分散。是这样，打球的朋友要注意了哦。肩胛骨会痛。怎样减小发力区间？我知道，不就是把大臂前挥的力量传到小臂吗？抡大臂是肩膀为轴画圆，现在以肘为轴画圆击球，发力区间不就小了吗？错，用肘的话只是多了个引拍而已，手指手腕前挥的距离依然很大，实际上还是抡大臂。由于肘关节无法卸力，这样打球的朋友小心网球肘。现在已知肩为轴和肘为轴发力区间都过大，以致手指手腕前挥距离等于发力区间范围。那么，想要达到集中发力，真相只有一个：以手腕为轴的发力最集中。此时身体带动大臂前挥，手腕始终位于原地，始终放松。大臂前挥顶肘出现后，静止带动小臂上挥。小臂上挥时，手指手腕依然放松，并因小臂上挥而向上移动。小臂上挥结束时，内旋完成。此时手心朝上，全身力量汇聚手指手腕，最后手指手腕绷紧，将传递至的力量发出击球，这才是正确发力区间。错的。错的。对的。杀球压不下去，也是因为不明白正确发力区间的定义。扣杀之所以叫扣杀，顾名思义，要把拍子扣在球上面去发力，这意味着发力区间是从上到下的。以肩为轴的大发力区间显然做不到将球扣住，在正常击球点击球时，手臂的发力方向是向上。以肘为轴，同理，手指手腕与球拍都是从下向上发力时击到球。不仅发力不集中，也压不住球。正确的方法只有小臂上挥，带着手腕上移后，将身体力量传递至手腕，再由手指手腕向下发力。不仅符合集中发力区间，切下压角度也是最大的。
看到这里，相信大家对如何下压还有疑问，别着急，我们来举个例子就清晰了。能否下压与身高起跳高度都没关系，只和发力方向有关。我们现在轻轻跳起，用同样的击球点击球。第一种在身体上升中挥拍，此时击球前的所有发力方向都是向上的，无法把球压住。第二种在最高点处挥拍，击球时上升的力正好停止，此时可以微微将球压下，但挥拍的发力方向是向前，无法下压很接。第三种是当身体即将下落的同时挥，由于发力方向整体向下，可将球轻松压住。带着实验结果来看挥拍过程，我们已知集中发力的发力区间要放到手指手腕处，大臂带动小臂将力量汇聚于手腕时，是手腕处发力区间的开始，但并不是集中发力的开始。手腕的发力区间是这个范围，手指手腕在范围内某点绷紧，将汇聚的力量发出时，这个点才是集中发力开始的点。我们要清楚，大臂带小臂本身就有很强的惯性传递到手掌，只要挥拍动作正确，哪怕手指手腕不绷紧，球拍也会完成在手腕发力区间的挥动。若集中发力点位于发力区间前半段，则为向上发力；若集中发力点位于发力区间后半段，则为向下发力。所以，当我们扣杀时，第一步是将发力区间以手腕为轴，并在发力区间前半段的挥拍利用惯性随挥，把击球点放在发力区间后半段，才能完美实现扣杀。我记得有粉丝问过，为什么高手跳杀过程中都有类似直立的瞬间？上升过程是身体发力过程，到达最高点时，将身体力量传导至手臂，并用惯性带动手腕与球拍上挥，在身体即将下落，同时把球拍送到击球点位置。此时手指手腕绷紧发力，配合重心下落加卷腹发力，可实现从上到下的集中扣杀。好了，有问题留言，我们下期见。